如此蠢萌的大馋逼勇者你见过吗？因为闻到烤肉味，一脚踩到村民设置的陷阱上，当场透心凉。设置陷阱的村民托卡，也就是我们的男主，时常将大萝卜幻想成女孩子的嫩腿，非常猥琐的将黑丝套到大白萝卜上，这就是他伟大梦想的第一步。他让全世界的美女都穿上他最爱的黑丝。青梅竹马优娜看到这个样子，只觉得相当变态，恶魔都快毁灭世界了，还搁那搞颜色呢。托卡一点都不急，先套个黑丝再说。优娜直接就是一脚，埋怨青梅竹马怎么就这么不靠谱，为啥不能是个正经点的勇者呢？要是那样，恶魔来了，我们也不至于那么怕。托卡倒是很镇定，自诩稳得像条老狗，说自己早就布好了陷阱，准备迎战敌人，就算恶魔来了10000个，他也不怕。村民们一看这阵势，赶紧四处逃命，只有优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眼看他就要被吃掉了。托卡想拿烤肉来引诱恶魔跳坑，可恶魔根本就不吃这套。男主委屈的要命，但还得硬着头皮忍。这时候勇者闻到香味了，就这么跟着香味一路走一路找，结果没想到就这么掉进了托卡式的陷阱里，勇者一下就没了声。这一下子麻烦大了，没有勇者，世界可能就被恶魔给毁了。大家都怪托卡，说是他害的，都说要让托卡受惩罚。托卡一听，急忙开始推卸责任，要是我上刑场呢，还说你们也是帮凶，大家一块死，咱们还是把勇者处理了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于是他们就半夜偷偷把勇者给处理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托卡自己变成了勇者，他心想这下好了，可以为所欲为了，于是马上就去找优娜分享经验。优娜一看勇者来了，整个人都激动得不得了，连让他换成比基尼都心甘情愿。托卡感动得五体投地，觉得自己的梦想指日可待了。但是优娜突然闻到一股臭味，实在忍不了，直接一招就把托卡给打趴下了。托卡这才赶紧把真相告诉了优娜，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痛打。正好他俩准备救出幕后主使的时候，托卡家里忽然响起了一阵怪笑，安利一下子没那么牛气了，拜托托卡得赶紧来救他。原来安利昨晚施法不久，结果不小心自己也掉进了托卡式的陷阱里。他想让托卡变成勇者的原因是他之前跟勇者有过一番约定，如果勇者有一天挂了，他得让别的高手转身过来继续他的冒险，而这个人就是托卡。因为他的那个陷阱几乎让2个勇者见了阎王，托卡心里想，这事也太扯了，谁爱冒险谁去，我才不去。安利直接掏出了托卡的真身，一本正经地说，不去冒险就让你也去见阎王。托卡只能乖乖投降，于是他们3个就踏上了旅途。虽说3个人加起来的钱都不过10块，但托卡还能刷刷脸呢。看在勇者的份上，老板愿意送个魔杖，看在勇者的份上，老板还包了顿饭，看在勇者的份上，妹子也可以免费陪玩一次。妹子说行，但得先让我看看勇者的本事。于是就叫店里的保安出来跟托卡切磋一下。托卡为了妹子也是拼了命，他功夫虽然不怎么样，但他还有圣剑作为后盾呢。保安嘲笑托卡就是个假冒的，然后就把他绑起来当众准备惩罚。托卡急了，我是勇者呀，我有圣剑的。旁观的市民不屑一顾，满大街都是冒牌的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尤娜找来勇者过去的战友凯尔救场，让托卡拿起宝剑展现勇者的力量。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大宝剑瞬间变得既粗又长，就是有点不硬气。市民们都惊呼，这剑还真不是盖的，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勇者就不好说了。这时候尤娜提出让托卡去消灭恶魔，证明自己，市民这才同意让托卡暂时回去。托卡怎么也不想去打恶魔，还想摆脱勇者的身份。凯尔来了一句，好啊，你不当勇者我来当。安利直接否掉了这个想法，因为托卡干掉了勇者，而凯尔连勇者的边都没摸过，所以说实力还是托卡更胜一筹。凯尔心里不服气，哼，你这是看不起我呢，直接抽剑就要对付托卡。但其实他只是吓唬吓唬安利，看安利那么固执，凯尔也就只能先放过他。托卡被吓得半死，他心想这么下去早晚得挂，所以就悄悄溜到女生宿舍，想偷回自己的本体。这时候尤娜突然翻了个身，露出了白嫩的大腿。托卡内心经过一阵激烈挣扎，还是决定给尤娜套上他家的黑丝。这时候凯尔也悄悄溜进来了，难道他也想打安娜的主意？谁知道居然是安利呀，这个变态的萝莉控。托卡还在那儿猜想，却发现凯尔竟然用剑刺向他的本体，结果被强大的魔力反震飞了。凯尔赶紧溜了。安利和尤娜也惊醒了，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尤娜一看到黑丝就明白了，托卡只好自己背这个黑锅。第二天他们一起去出发打恶魔，凯尔用光标干掉了看门的，4个人一起进了城堡。安利用骷髅兵和恶魔对抗，这时托卡被强酸喷到了，一只手瞬间融掉，尤娜也遭遇不测。然而尤娜秀得拔腿就跑，托卡急忙追了上去，还好他带了比基尼，不然这剧情没法过审了。可是那个绅士恶魔也追了出来，托卡把圣剑变软变长把他捆起来，
恶魔绅士还嘲讽说就这样，下一秒圣剑突然变硬了，原来是托卡用绳子勒着剑柄，手一松开，圣剑就恢复原状了。尤娜正要处决绅士恶魔的时候，绅士恶魔求着说临死前想看看真正的黑丝腿，托卡立刻说他是自己人呐，结果被尤娜一拳打飞了。谁知道尤娜被后面隐身的凯尔给打晕了，凯尔打算趁机干掉托卡。原来凯尔以前也是圣剑的候选人，一直被看作天才的凯尔就是拔不出圣剑，而西洋勇者却轻轻松松就拔起来了，所以他一直很嫉妒西洋，梦想着能夺走勇者的身体。听到这种理由，连托卡都看不起他了。这时尤娜一脚踹飞了凯尔，接着强酸连凯尔的衣服都给融了。原来安利操纵恶魔赶来救场，凯尔赶紧用光标手动打了个码，然后开始挑拨离间，声称安利其实不是人类，说他们家族的心脏都是恶魔的魔晶石。托卡说你想杀我，安利想救我，分清敌我，我还是有数的，带上他们就开始逃跑了。凯尔一不小心就追丢了人，原来是托卡用圣剑堵了一面墙，安利趁机揭露了自己的身世，他们施术师是被封印在地狱的人类，身体变化都是为了适应地狱的环境，他们离开地狱被人类迫害，只有勇者西洋愿意把安利当人看，所以安利决心报答西洋，拯救世界。托卡听了决定信任安利，因为长着的安利可能是个大美女，到时候就在她身边守护就好了。安利被感动了，托卡也想出了对付凯尔的计策，他把凯尔约到大桥那儿，然后扔出一个假的圣剑投降，甚至让凯尔随便处置没魔力的安利。凯尔以为托卡没什么本事，就放松警惕过去了，没想到托卡丢的圣剑是假的，真正的圣剑就在凯尔脚下。托卡抽回了变软的圣剑，凯尔就这样栽进河里了。市民总算相信托卡是真勇者，但是打恶魔得到的钱还是不够买那魔杖，眼看老板来讨债了， EMS 托卡又想出一个点子，桑园立门，决定去王都找国王要钱。为了偷看女神洗澡，男人也是铤而走险，直接变成一具骷髅去偷看，还得意的以为没被发现，原来是托卡魔力不济，不能让勇者的身体恢复，最终就变成了一具骷髅。他们正要找王国要经费的途中，这模样只怕是没见到国王就被当成怪物给讨伐了，得赶紧找办法增强魔力，才能让肉体复原。如果自己的魔力不足的话，只要暂时回到自己的身体，再让安利附身到勇者的身上就能恢复了。安利开始拒绝，因为附身这招用多了会让人精神变差，到最后就成个废人了。这时候托卡看安利吃的水果，灵机一动，他把圣剑变成脸的形状，再用水果的色素给自己画上五官，这样一来就混进王都见到了国王。但托卡一开口要钱，国王直接乐了，老哥你在逗我吗？以前立了大功1分钱都没要，现在怎么可能向我要钱呢？国王以为勇者是来跟他女儿玛格丽克结婚的，托卡刚想解释不是的，但是想到国王长那样，公主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谁知道公主居然是个大美女，托卡当场就露馅了，他急忙撒谎说是被恶魔诅咒变成白骨的。公主这才把他拉进屋里，因为勇者出现说明他想结婚了，托卡赶紧扯淡，等救完世界再说结婚的事儿。公主希望祭典上能跟他约会，毕竟人人都戴着面具，这副模样也不会有人起疑。然后他还给托卡画了个面具。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，公主一下子就把桌上的甜品吞光，但她不仅没吃饱，还差点饿挂了。原来公主有魔肉症，需要大量吃东西补充魔力，为了不瞒着未来的老公，她又狂吃一通，结果变成了肉球。托卡虽然吓了一跳，但这肉感简直了，你这家伙对公主干嘛呢？这正是欣赏超级肉大腿的绝佳时机呀！没想到这流氓举动反而让公主对他好感爆棚，只能说托卡你还真是个人物。另一边，安利和尤娜遇到了孤儿院的院长，他认出了安利是操纵魔术的，还带他们去了孤儿院。知道他们在找提升魔力的方法，院长就建议买补魔药水，但这东西1瓶的价钱是1个亿，他俩只好去打恶魔挣钱了。最后两人来到战场，托卡还让安利帮尤娜弄了个加持的战衣，不过尤娜太害羞了，直接套在里面。碰巧遇见也来打恶魔的黄毛，黄毛提议一起上，他看出安利魔力不一般，直接借走了他的雷属性魔晶石。安利使出一招，恶魔全被秒了。接近恶魔后，才发现他们都是被操纵的，两个人就这么被戴面具的男人抓了起来。这时候公主出来看病了，托卡趁机去找尤娜和安利，一路找到孤儿院，正好遇到公主。原来院长是他的主诊医生。托卡问安利和尤娜去哪儿了，院长说他们去打恶魔了。托卡想安利那么厉害，应该没事，就打算随缘找找人。院长悄悄溜进地下室，原来他就是那个戴面具的，还是个恋尸癖变态。他计划在假面节把王都的人全献给恶魔，然后把罪名推到施术师安利头上。尤娜能强行挣断锁链，但他不了解红头恶魔有多厉害，所以只能等待时机。祭典当天到了，侍卫们跟着当电灯泡，因为他觉得托卡不怀好意。公主上来给了托卡一个耳光，她不许别人侮辱她未来的丈夫。
侍卫只好作壁上观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这个骷髅绝不是真正的勇者。公主和托卡一路玩乐，最后一起到山顶看烟花。托卡说第一次看烟花，没想到踩到公主的雷了。原来3年前公主和勇者一起看过，这话让公主开始怀疑托卡。侍卫和女骑士抓住时机抓托卡，发现勇者身上的尸数，这说明勇者已经没了。托卡只好老实交代，两人决定相信托卡，但冒充勇者和欺骗公主可是大罪。托卡忙不迭给自己辩解，公主慌乱地跑了，她接受不了勇者没了的事实，因为她一心想跟勇者结婚。院长教训了他，带他到贫民窟露出了真面目。托卡及时来了，却被骷髅兵轻松打败。公主不懂为啥被欺骗的托卡还救她。托卡哭哭地说，自己虽然不是好人，但公主是好人，不能不救。结果还是帅不过3秒，托卡的头就被砍了。侍卫和女骑士赶到的时候，公主已经被绑走了，怎么救公主成了大问题。托卡又搞了个狡猾的计划，他装成敌人的骷髅兵，拉着女骑士和侍卫直奔敌营。这时尤娜一拳打倒守门的黄毛，破墙而出，正好碰上托卡。吓坏的黄毛把秘密都吐了出来。托卡他们也找到了安利，这孩子鼻涕哗哗的，院长正准备对公主不轨，就在衣服被划开的一瞬间，托卡出现了，肉搏还得靠尤娜。院长被打飞，还想控制骸骨，没想到安利早就把骸骨控制好了。院长受不了，托卡拿走他的面具，因为那透视魔晶是他的宝贝。托卡骂他真是个变态，然后自己戴上面具。亚因、托古拉斯，院长急忙往地下坟场跑，找出一大堆骷髅来抵抗，还狂喝补魔药水强化骷髅。刀剑伤不了他们，侍卫为了保护公主也受了伤。托卡把圣剑变成城墙，赶紧逃跑。院长看到侍卫的血迹想追，却不知道托卡设了一个陷阱，那血迹全是葡萄汁儿，是假的，还有个大圈圈。院长就在同一个地方转圈圈了。公主和安利都觉得托卡太厉害了，原来托卡还有过去不为人知。多年前国家战争爆发，托卡的父亲趁机发财，拖着家人直奔战场，妈妈就遭难了，爸爸从此音信全无。小气的托卡到处逃命，用了1年多才逃回家。也是这样，托卡才学了不少计策，但院长迟早会发现这一切。为了补给托卡的魔力，他只好去喝公主的魔力体液，眼泪和汗水实在太少了，那就只能喝。公主虽然害羞的要命，但为了国家只好硬着头皮了。公主正准备开闸放水，这时候托卡突然刹车，他灵机一动，想到院长不是纯粹的魔法师，只要夺走他手上的魔晶石就能胜利。托卡又使出老招，伪装成骷髅兵混入院长的骷髅军队。没想到院长早有准备，院长把魔晶石换了个地方，但他没想到这都在托卡计划里。托卡早把公主安排在山上，只要院长露出魔晶石就一剑爆掉，骷髅军一下子就倒了。现在该托卡报仇的时候了。从你梦想没有大局的那一刻起，你的命运就注定要败在我的手上。但大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，上级恶魔带着昏迷的女骑士出现了，他朝公主发射了一炮。托卡及时把公主推开，自己却被打掉了半边头。尤娜冲上去拖延时间，叫公主快用体液帮托卡补魔恢复，但越紧张，公主越是出不了水。奄奄一息的托卡停止了，他说自己就是个农夫，不值得。但在公主眼中，托卡是个无私牺牲的英雄。托卡听了很开心，他说出了自己的遗愿，就是让公主穿上他的过膝袜。公主以为托卡还能开玩笑，谁知那是他的遗言。公主喊破喉咙，托卡也不吭声了。公主哭个不停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爱上托卡了。尤娜和侍卫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公主的眼泪让托卡复活了。真不愧是货真价实的勇者，魔力恢复的托卡轻易挡下了恶魔的攻势，然后把圣剑变成了超大的肉腿，直接把上位恶魔砸扁了。远处的施术师一下就醒过来了，原来他和托卡是一样的，都是用施术来操纵别人战斗。这一场战斗之后，公主终于治好了魔漏症，她也兑现承诺给托卡看了黑丝，但她还不能跟托卡一起去旅行，毕竟她还有作为公主的职责。托卡就这样向国王告别了，国王感激地送给他一辆房车。公主还给托卡写了封感谢信，信里说在后备箱留了个惊喜给他们。尤娜猜测公主可能藏在箱子里，她肯定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。托卡一听就火大了，他怎么也不信公主会这样骗他。公主这回可真没脸见人了，好几天都躲着没被发现。最后公主还是和托卡一起上路了，每晚都给托卡准备豪华晚餐，毕竟将来是要嫁给托卡的，得好好学学餐桌礼仪。安利可不高兴了，她还想跟托卡一起回老家共度一生呢。这是托卡第一次感受到被美女争宠的快感。尤娜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她心里也很在乎托卡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托卡整天就知道耍流氓，从不关心她的感受，气得她连衣服都没穿就跑出去了。
结果小镇到处都是僵尸，尤娜一不留神就被咬了一口。僵尸群聚的时候，托卡及时赶到，他用圣剑变成一堵墙挡住了僵尸。尤娜感染了尸毒开始发作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热。托卡一看尤娜只穿内衣还说热，他想着怕不是在勾引我。托卡差点压不住枪，但他突然意识到这不对劲，毕竟他现在是勇者的身体，只能硬生生忍住自己的冲动。但尤娜压根没那个意思，他直接就把托卡给推出去了，还特意说了句绝情的话，叫托卡滚蛋。托卡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？不管尤娜变成怪物还是讨厌他，他绝对不会丢下尤娜不管。多亏了枪兵的及时救援，托卡才把昏过去的尤娜救回据点。为了弄清真相，托卡决定先去镇长家里打探消息。勇者一现身，幸存者都激动的不行，他们感觉再也不用害怕僵尸了。黄毛却注意到昏迷的尤娜，他大声责怪托卡包庇被感染的伙伴，说着会把大家都搭进去。他这么一煽动，幸存者也都叫嚣着要杀了尤娜。黄毛刚要对尤娜下手，托卡一拳就把他给打飞了，然后拿出圣剑威胁大家，谁要是敢动尤娜一下，他就先解决谁。话没说完，变成僵尸的尤娜突然扑向托卡，幸好安利及时用施术控制住了他，然后告诉村民这只是开个玩笑。村民们还真信了，大家这才把尤娜安置进了房间。现在尤娜还没死，只是被尸毒控制了，得找到施术者才能救她。因为晚上行动太危险，大家决定天亮了再出发。但安利睡着了就不能用远程魔法，他打算进入尤娜的身体里，但换了身体就不能用施术师的能力。托卡马上说：“那我来吧。”毕竟他和尤娜是青梅竹马，对尤娜的了解没人比他多，就算被盘问也不怕露馅。安利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就把托卡的灵魂转移到尤娜身上。托卡趁着出汗的借口，想趁睡前洗个澡放松放松。公主显然不打算给他什么机会，给托卡蒙上眼睛，帮他洗得干干净净。他啥都没看到，真是够郁闷的。等到终于能睡觉的时候，托卡刚穿好黑丝，公主和安利又来找麻烦了。在他们这么盯着，托卡根本就没机会做什么。但这夜晚根本不安宁，僵尸直接冲进来了。镇长急忙带大家上楼顶的安全屋，这墙壁坚不可摧，还配上了炮台。如果这都能被攻破，镇长说自己愿意当场切腹。结果头领恶魔一下子就冲进来了，镇长还在那儿奇怪咋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恶魔不是聋子好不好？光头一锤子想砸恶魔，结果自己被炸飞了。恶魔又盯上公主了，幸亏公主会金蝉脱壳，直接脱下衣服就跑了。英雄不吃眼前亏，大家快跑！安利觉得这领头恶魔肯定是操控僵尸的幕后黑手，本打算让勇者放大招用圣剑干掉他，结果一点用没有。托卡急了，抢过圣剑一握，瞬间就把胖恶魔给秒了。问题是托卡现在用的是尤娜的身体啊，咋还能使用圣剑呢？公主说肯定是托卡被认作真正勇者了，马上就想和托卡现场结婚。托卡才不想被绑住，他也要去征服全世界美少女的大腿呢。这时候恶魔又来袭击了，安利及时控制了他，公主一剑就秒了他。恶魔越来越多，镇长却想骑马逃走。托卡问他良心不痛吗？镇长说良心值几个钱啊，说完就扬长而去了。那边黄毛也不小心被咬了，他决定自己追那领头恶魔，结果被黑手给偷袭了。原来那位白毛的施术师才是大 boss， 人类之前屠杀施术师，他下定决心要给人类点颜色瞧瞧。他为了复仇连恶魔都拉拢了。托卡觉得安利操控了那么多僵尸，魔力快要耗尽了吧？安利却跟他说别天真了，施术师的魔力比人类多得多，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就耗尽的。眼看着僵尸大军压过来，托卡只能用圣剑搞个墙壁把他们挡住。安利决定先把托卡解决了。托卡急忙开始忽悠，问安利知道自己明明不是勇者，为啥能用圣剑吗？安利确实被问住了。托卡这招果然奏效，他说自己有一种神秘力量，就是传说中的肉腿之力。公主听到了吓了一跳，感觉托卡这是在开玩笑，毕竟安利也不是傻子。安利并没被这话吓到，直接命令僵尸去破坏那面墙。墙壁快要被僵尸浪潮撞破的时候，托卡还是坚信他的肉腿之力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泥头车突然冲出来撞扁了安利，出手相助的居然是镇长。原来之前托卡用公主的黑丝大腿做诱饵，说服镇长来给他助攻的，攻击的信号还写在墙上了。我为了过期长袜又回来了，果然还得是老色批才懂对方，真不愧是托卡。但这助攻并没让安利就此倒下，安利反而更加激动了。与此同时，安利已经快撑不住控制僵尸潮的压力了。虽然镇长来了，但托卡已经没招了。镇长却说他带了援兵。突然间，一帮新勇者队伍及时出现了。托卡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金发女孩是尤娜的妹妹蜜莉，连尤娜的老爸也来了。安利看着对面人多势众，急忙召唤巨鸟想逃。临走前还不忘告诉大家，说僵尸化的村民都是他的杰作，1天后就会变成彻底的人吃怪了。到时候哪怕把元凶恶魔干掉也晚了。
托卡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另一队勇者去安利的老巢。车上，托卡给大家介绍自己是谁。公主一看就看出来了，尤娜的老爸菲利，他以前可是王国4大骑士之一呢。不过4年前突然就不干了，因为啥呢？因为这家伙想通过摸摸胸部来和女骑士们亲近亲近。这哥们脑袋里全是那啥黄色念头，但他也不是傻瓜，一上来就问为啥勇者西洋不吭声。托卡赶紧编个理由，说西洋觉得自己解开地狱之门很内疚，决定不说话了。米莉又发现了点不对劲的地方，他发现姐姐的说话腔调和托卡好像。托卡急忙解释说是多年青梅竹马影响的。米莉半信半疑，心想姐姐是不是来抢她未来的托卡老公。公主一听这话，气场全变了。托卡急忙解释说是米莉小时候挑战自己比剑，输了的话就得嫁给他，结果一出手就被米莉干趴了。在他们聊天的时候，突然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，看样子是安利手下设的伏击。菲利和法师留下了断后，叫托卡他们快跑。托卡他们还没跑多远，就中了敌人的陷阱，掉进悬崖。幸好托卡反应快，用圣剑变了个软垫，让大家都安全着陆了。可惜车子摔坏了，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小镇修车，可四周大雾弥漫，看不清路。米莉说她先去侦查侦查，大家都不敢贸然行动了。托卡决定用防御阵容先把敌人引出来再说。可是设陷阱的女人根本不着急，因为大雾能让恶魔隐形。公主是第一个被袭击的，一下子就没了。接着周围一个人一个接一个的惨了。托卡吓坏了，赶紧求饶，甚至愿意用圣剑来换命。女人一拿到圣剑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托卡一下子笑得特别得意。谁想到那恶魔突然变卦了，原本应该挂着的伙伴都站起来了。原来托卡用了透视魔晶，把恶魔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让公主来个大反杀。接下来全是安利操控恶魔演的一出好戏。这回那女人是彻底的输了，但托卡一看清那女人的脸，立马就跪了。因为他居然是托卡的师傅，所有托卡学会的陷阱技巧都是他教的。在众人面前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他们终于认识收徒。师傅就带他们去了那修车的老工匠家，没想到这老工匠竟然是勇者西洋的爷爷。老爷爷特别热情，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热乎乎的茶。原来他眼睛都快瞎了，修车的事估计得等到天荒地老。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公主跳出来说她能学修车，只要老工匠愿意教，她保证2个半小时搞定。师傅却说车修好了也没啥用，因为那帮术士不光控制了魔界4天王的躯体，还有一大帮恶魔当兵，比登天还难。米莉跳出来说他有仿制圣剑，除了不能封印地狱之门，其他功能都有，所以说不定还真能试一试。托卡心里可没底，他一个人出去散散心。米莉告诉他得相信自己，因为托卡根本就不弱。原来勇者西洋曾跟米莉说过，他能救下尤娜全都是托卡和师傅布的陷阱，所以这次托卡肯定也能救出尤娜。这话也给托卡带来了点信心，有了信心，他得奖励一下自己。正当他打算套上黑丝的那一瞬间，一只恶魔用魔法对他下了手。托卡等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过去，这是什么鬼情况？虽然搞不懂，但先给村里的美女套上黑丝再说。托卡心想，就算被骂也当小孩子恶作剧了。想不到对方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于是托卡大大胆胆又闯女澡堂，给每位姐姐都搭上了黑丝。结果他们还是没啥反应。这时托卡开始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，他猜这可能是自己的回忆，只有和自己有关的人才正常，所以他急忙找到小时候的尤娜。果然一切都像他想的那样，小尤娜完全听托卡的话，简直堪称百依百顺。看托卡饿了，还说要给他拿饭去。托卡就在想着怎么改造小尤娜。托卡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就看到真尤娜的灵魂也在这儿。看来这里真是托卡的回忆世界，外面的时间还在正常走。知道这些之后，托卡决定带尤娜离开这里。他们到了记忆的空白地带，然后就穿越到了下一个时间点。想回到现实，托卡就带尤娜狂穿时间，没多久就来到了托卡最痛的记忆。那是3年前离别的时候，那时托卡爸爸想从战争中捞好处，带家人来到了战场。爸爸不知怎么就失踪了，托卡也烧得厉害。就在那时，妈妈去买药出了事。看着托卡经历的一切，尤娜自责不已。原来他在外面也清醒，知道只有托卡能救自己，自己却只迷恋最后出现的勇者。对于苦苦救他回来的托卡埋怨连连。托卡却笑了，说自己差点放弃生命是看到尤娜的信才坚持下来，所以尤娜也救了托卡，他们俩扯平了。两人正感动于此，天上突然掉下了一个高级恶魔，正是给托卡下魔法的园区。这恶魔最爱偷看别人的记忆，却看不见尤娜的灵魂，所以那恶魔托卡一直以为他自说自话。那恶魔觉得托卡疯了，打算把他的灵魂给吞了。托卡赶忙拉着尤娜跑，他打算找到巅峰时刻干掉恶魔。可是在恶魔的世界里，托卡想干啥恶魔都知道，
所以托卡的招数都被识破了。托卡心想，不就是读心，看我空心一击让你见识。正当恶魔准备结束托卡，尤娜及时出现救了他。因为恶魔看不见尤娜，就猜不到托卡的下一步了。尤娜赶紧跳到托卡身上，用合体技跟恶魔战斗。恶魔又来读心术，但是他的脑子全被大腿占据了，这下直接让恶魔脑子一片空白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托卡一剑干掉了。战胜恶魔之后，托卡也回到了真实世界，他居然能在现实中看到尤娜。这时队友急忙过来告诉他，车修好了，可以走了。魔力一到期现在，魔力回归托卡身为勇者的感觉，大伙儿都奇怪托卡怎么自言自语。解释完之后，大家才明白了尤娜灵魂的事。安利觉得这是因为托卡和尤娜心灵相连，才会出现在托卡的回忆里。现在只好把尤娜绑得结结实实，丢进后备箱。没想到这一幕被尤娜的爸爸菲利看到了，托卡只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菲利听了之后表示理解。这时突然响起公主的声音，原来老工匠给他们做了可以远程通话的通讯器，还给尤娜做了套灵魂外衣，衣服是穿上了，可是尴尬程度真是无敌了，干得漂亮。至于老工匠能看到尤娜的原因，原来是他眼睛差不多瞎了，却发现自己能看见灵魂了。临走时，托卡决心和师傅说拜拜。师傅还以为托卡会留下他，谁知道托卡二话不说就走了。师傅急忙追过去，结果一转眼就被托卡逮住。原来托卡是故意的，只要不告而别，师傅就会担心被嫌弃，跑来找他。这下师傅彻底跟着他们混了，只好跟着一起去敌人的地盘。这时候镇长也找到国王，他请求国王支援托卡，不然镇上的人都得遭殃。尼奇士被镇长的话触动了，他不仅请国王出兵，还亲自去地牢找那男的帮忙。王上的前锋军勇猛出击，一刀把安利的头给砍了。谁知道安利居然能复活，他居然控制了4大魔功，不仅能自愈，战斗力还大增，转眼间就把前锋军给灭了。托卡他们也到了敌巢，刚下车，托卡就被师傅给偷袭了。师傅说托卡的灵魂已经被毁，安利一看托卡的灵魂真没了，让师傅带着勇者的尸体去找他。这其实都是托卡的计谋，他让安利在攻击前解了附身术，然后躲回自己的身体里悄悄行动。三人打算潜入城镇突袭，这时托卡突然晕了，不魔药剂的副作用上来了。为了赢，托卡决定硬撑。这时2个恶魔巡逻的出现了，托卡赶紧变形圣剑遮掩，然后安利和托卡就附身在2恶魔身上。3人恰到好处刑场，看着3个人类女孩就要遭殃，托卡决定站出来救人。他说干掉人类太 low 了，要展示自己的高级玩法，然后偷偷告诉女孩们自己是谁，让他们听从安排。在那撩人的黑丝下，恶魔们纷纷拍手叫好。有2恶魔被感动的不行，想跟托卡混成兄弟。原来安利一来，恶魔圈都被他带歪了，变得特别狠。但园区的恶魔叫他们别再糟蹋人类，他们就带托卡找那元凶恶魔，想让托卡跟他谈谈。托卡对这个不过分的主意很赞同，趁机和园区恶魔套近乎时给他下了催眠。2个恶魔当场傻眼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？托卡正要对付元凶恶魔的时候，脚下突然裂开个空间缝隙，多亏了安利及时摆脱了附身，托卡这才得以保命。这时候一个满脸鼻涕的男人走出来了，他是安利的哥哥。安利没想到鼻涕哥还活着，对方也震惊，妹妹变成了勇者的伙伴。毕竟3年前他们的族人被人类屠戮，鼻涕哥建议跟他一起推翻旧秩序，建立一个施术师统治的新世界。安利立刻拒绝了哥哥的提议，他要兑现和勇者的承诺，拯救这个世界。因为鼻涕哥选择的道路是夺人性命的，而他相信救人总比害人来得重要。正在这时，安利猛地冲破墙壁出现了，他说不听话的人都该死，变成丧尸就不会反抗鼻涕哥了。紧接着把元凶恶魔给吞了。原来4大魔功还有吸收能力，除了元凶恶魔，丧尸的诅咒也跟着被他继承。尤娜的诅咒还是没解开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打败他。同时米莉那边的情况也很糟糕，她被腐蚀液击中，连衣服都融化了，但这倒是引起了恶魔的注意。为了吸引恶魔，公主也是拼了，直接暴露内衣，硬是把恶魔诱到布满陷阱的后山去了。可是凶不来了，公主硬是吸引住恶魔，托卡安利得使劲跑命，结果转眼间安利就挡路了。这战斗他早就盼着呢。托卡用起吉他，真男人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，得先把勇者的圣剑还人再说。鼻涕哥劝安利别上当，但安利偏要鼻涕哥拿出圣剑，他跟托卡想到一块去了，单挑打败勇者，这才显得自己多牛。托卡选了祭品之塔做决斗场，谁输了就要当祭品。安利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但他不知道这些话托卡师傅都听着呢，师傅早就准备好了，安利也没那么容易上当，决定直接附身魔功来战。托卡一点也不担心，这圣剑专克魔功的再生，目标越大越好打，哪知道魔功动作飞快，一下就把托卡打飞了。
安利也在那大声讽刺：“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这废柴真不会以为自己是勇者了吧？”还没说完，地面突然就塌了。托卡哪会正大光明的决斗？他是故意把安利引到陷阱里，好让师傅指挥恶魔群攻。数道电流冲击下，安利只得拼命再生，根本没法还手。然后托卡又附身勇者，喝了魔药，直接空中爆发，以为终于能救安娜了。托卡正这么想着，魔宫又站起来了。原来安利根本就没挨打，他用吸收护盾挡住了致命一击。刚才装中招，只是想看看托卡还有啥招数，现在看来是真没辙了。托卡看招数不灵，让大伙儿赶紧撤。拉开了距离后，他问安利当初勇者是咋打败魔宫的。安利说得打个电话问下队友。尤娜说自己那会儿亲眼看着那战斗，勇者当时是让圣剑分身，魔宫就猜不透攻击从哪来。托卡听着就琢磨了个计划，等魔宫追上来时，他让公主先偷袭魔宫，然后圣剑钻地下偷袭。魔宫看着倒不急，他盾牌下面也能挡，谁知圣剑一下就扎他后背了。安利搞不懂托卡怎么知道背后有破绽。托卡和尤娜灵体共事，在尤娜的指挥下，托卡拼命攻，这一下成了魔号战。托卡得瞄准头部才能彻底打败安利，得让他不停地恢复魔力。安利说他一点都不怕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厮杀的快感。他想复仇于人类，也想搅乱世界和平。托卡哪有功夫听安利废话，提起圣剑准备再干一架，可跑到一半自己摔了个狗吃屎，是补魔药副作用作怪。更坏的是，恶魔援兵也来帮安利了。这一下，托卡只好掏出最后一瓶补魔药。尤娜担心托卡撑不住，托卡说这点事不算啥，喝完走两步说没事，结果3秒后就栽倒了。他确实是撑不住了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天上突然来了巨响，老子闪亮登场。凯尔终于赶到了，他说还得自己来跟托卡算账，所以托卡不能死这儿。安利一听就拔剑对凯尔，凯尔急忙撒谎说自己已经改邪归正了。安利想趁机偷袭，结果被凯尔一刀砍断了手臂。凯尔告诉他别急着动手，你家都被人端了。安利一查魔法，发现城里的恶魔已经被王国军打趴下了，战局现在是彻底扭转了。安利赶紧指挥魔宫发起攻击，想一口气干掉凯尔。凯尔皮糙肉厚的不行，衣服被炸成碎片，人家就跟没事人似的。双方又打成了平手，但这一轮时间快没了，尤娜都不抱恢复的希望了。他只想最后能和托卡好好聊聊。这边托卡在个怪的空间醒来，听这个声音说这里是圣剑内部世界。托卡一看，竟是早就死了的勇者西昂。托卡急忙撇清是你自己掉坑里去的，我可没拉你。没想到勇者竟然给他鞠躬道歉。原来托卡这段时间的英雄事迹，勇者都看着呢。他也挺高兴，托卡接过来他的接力棒。托卡完全懵了，这勇者不会是得病不轻，竟然对害死自己的人说谢，这背后肯定有阴谋。托卡转身就想跑，却看到一面镜子上全是黑丝美女。勇者说那是死了后的福利，但进去就救不了尤娜了。托卡还在哀悼自己的命运，没想到勇者说他其实还没死，只是灵魂来这儿了，而且托卡也变成勇者了。因为那晚的王都，他的魔力飙升，圣剑误以为他是下一任。然后勇者指了指出口，一旦离开这里，托卡就要面对更狠的考验，留下就能享受美腿世界，美腿还是后宫随便挑。托卡毫不犹豫选了后宫，因为他答应过要救尤娜。这时尤娜哭成泪人，只盼托卡能醒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托卡血量全满复活了，就为了那黑丝美腿，他信誓旦旦一定能赢，他得展示圣剑另一面的力量。凯尔，我先借用一把。啥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原来是勇者借着托卡的身体复活了。看着战友因日复活，凯尔特别激动，但勇者却躲开了他的拥抱。勇者说他对凯尔很失望，凯尔解释说是因为对西洋爱得太深才乱来的，三观都碎了。安利看准机会想偷袭，结果勇者一下子就解决了他的四肢，真正的大佬风范，即使操纵个低级号也能出神入化。勇者一下子就破了魔术晶石的防御，让托卡来个致命一击。托卡把圣剑弄短了，把穿透力弄到最强，没想到被魔宫的半截身体打飞了。安利快要复活了，凯尔用光枪把他压制住，托卡这回可以全力以赴了。就在尤娜彻底变身的前一刻，托卡终于把圣剑扎进了魔宫的脑袋，尤娜的灵体也跟着消失了。安利还没死，他提前把身体藏在森林里了，正想着怎么东山再起呢，结果被元凶恶魔的手下找到了，这样安利就被最弱小的小恶魔给做掉了。这会儿尤娜终于恢复了，他扑到托卡怀里哭个不停，大伙终于又聚在了一起。晚上镇长办了个庆功宴，他知道托卡想摸美少女腿，就给托卡准备了一群迷妹。尤娜一看托卡这是要开后宫啊，心里那个不爽啊，马上就把托卡拉走了。托卡以为尤娜又兑现承诺了，尤娜说那功劳是勇者的，所以不算数。托卡觉得也行，能救回尤娜已经很知足了。既然尤娜这么喜欢勇者，等自己魔力再强点，就召唤勇者出来满足她。
尤娜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他觉得是托卡觉得自己愿意好好感谢托卡，然后答应了之前的约定，让托卡好好揉一揉。但到了床上，托卡反而紧张起来。尤娜换上泳装出现了，他一躺到床上，催托卡快点开始。托卡刚要开始，手却又停了。他想到勇者可能一直通过圣剑偷看，于是就把圣剑扔出了窗户。尤娜也觉得特别尴尬，一溜烟跑出去了。勇者这下可真是艳福不浅。回到原地后，尤娜觉得自己有点奇怪，一靠近托卡就心跳加速。公主说她是真的喜欢上托卡了，哪怕托卡是个特别喜欢黑丝的怪人，但托卡救了尤娜，尤娜喜欢托卡也是自然的事。公主说从今天起，他们不仅是竞争对手，还得继续一起旅行的好朋友。又过了几天，勇者提醒托卡最好别急着去地狱之门，因为他现在实力太弱，去了肯定凶多吉少，最好先提升一下自己的魔力等级。然后勇者还说了，他以前的队友很懂魔力，让凯尔带着大家去找那位队友提升魔力。于是他们又踏上了新的旅途。